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 DOTA 2新手教学视频啊！咱们今天来讲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英雄啊，3号位 TB 啊，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TB 也能打3吗？这么离谱啊！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觉得，不过最近在就是很多的大比赛之中啊，3号位 TB 这个热度非常非常的大啊，可以说所有的知名战队啊，他们都有在练习这个3号位 TB 的这个体系啊。我也是稍微研究了一下，发现真的是既简单又强大啊。咱们今天就通过这期视频啊，咱们共同来学习了解一下这个3号位 TB 的这个体系啊，然后以及这个打法它的优点缺点都是什么啊。好了，咱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阵容啊。阵容的话，天元方这个是1号位应该是个龙骑士，1号位龙骑士，5号位蓝胖，中单应该是丽娜，然后3号位 TB， 4号位蝙蝠啊，应该是这么一个样子。然后对面的话，这个是 ORI 啊 ，ORI 的莱昂啊，中单莱昂是吧？咱们这个应该都做了讲了好多次了，对吧？ORI 最近沉迷于打这个中单莱昂，然后疯狂输，特别好玩。当然了，这个中单莱昂的这个强度肯定还是在的啊。然后那个大哥炼金3号位钢贝应该是这么一个阵容，然后小强跟马西是双酱油啊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至于这个选手，其实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出名的职业选手，就是一个高分路人局玩家，也有100名左右的排名啊，这个大家放心啊，能排到这个桌的人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只不过这场 TB 我也是找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路人局中的3号位 TB， 这场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可以让大家学习一下。然后蝙蝠是叠了5层油，咱们看下这边哈，蝙蝠是叠了5层油，6层这边马西吃了一个仙草，把他给秀死了，这个问题不大。反正咱们来说，还是说重点啊，咱们先讲这个3号位 TB 的这个整体的理解，就是说 TB 它其实是一个血的质量非常高的英雄啊，尤其是在对抗以物理输出为主的体系的时候，非常的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初始护甲最高的英雄。哎，你看这个，你们看见没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2级 TB。正常出门装，对吧？都不用带补刀斧，因为它的属性太高了，11点护甲。哎，你没看错，对吧？就是我站在线上，我就有11点的护甲，所以说这就是它的血质量高的一个原因。注意是质量，不是数量。然后它的这个成长2.0、4.0、1.6、2.0的力量成长，它的力量也就是它的血量偏低，啊，就是因为成长过低。哎，看一下这一波，应该能把马西点死啊！点死了，看一下炼金，这个炼金不想打啊，炼金这个估计打也打不死，防卫塔点上也不疼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4.0的敏捷成长是吧？你就是已经是天花板了，就真的是敏捷成长的天花板，导致他中期开始他的这个护甲一点都不缺。咱们在说很多期视频的时候都在提过这个问题，像水人对吧？TB 这种英雄，他的护甲是相当之高的，所以说打这种英雄一般来说都是以魔法爆发为主。而这场比赛，你看他们的3号位是一个谁？是一个这个钢贝对吧？大哥又是个炼金，标准的物理队对吧？这个就是这个样子，一个标准的物理队，物理输出队，不会没死吧？哇！又被刘子烫死了，刘子要烫死吗？他走到塔下，靠吃树的回血跟防卫塔的回血苟住了。不过虽然说苟住了，但是也是很难受的，跟死了没有多大区别。好，这边是一个杯，加一次平 A 还没有打掉。哎，你看，就是，然后这就是11点甲的自信，对吧？然后是被对方是绕塔下压了很久才被打掉。但是这个时候蝙蝠已经给炼金泼了很多层油，这就是那个 TB 在塔下给蝙蝠拖延了非常多的时间嘛，让那个蝙蝠可以输出。不过就算这样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就像咱们之前说的，我状态已经被打得很残了嘛，你就算当时不死，你苟住。哎，你也是要被对方压的，或者随时都可能死的啊！你倒不如就是趁这个时间跟对方1换1啊，这是最赚的。哎，还抢到一个莲花，漂亮舒服啊！好，然后继续咱们继续说这个问题，所以就说是这个超高的敏捷成长，导致他的中期开始他的这个输出就非常的高。因为他不缺输出，所以他缺的只是什么？就是只是一个力量。所以说他的装备出装啊，就是以一个偏肉装为主的这么一个出装路线，就行了。蝙蝠已经开始乱搞人了，咱不要管。蝙蝠这个英雄对线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啊，虽然说他团战作用有限，其实也不是作用有限，团战作用比较单一，就是开团嘛，对吧？开团，然后那个，但是他这个对线的时候还是非常厉害的。但路人局中最好不要选蝙蝠，蝙蝠是一个打节奏非常怎么说呢？在路人局中
胜率比较低的一个英雄啊，你们应该了解，蝙蝠这个英雄在路人局，尤其是低端路人局的胜率非常的低啊，大家尽量的别选它。然后继续来说这个 TB， 所以说就是他只要现在的理解就是，只要你撑满肉装，在中期开始你打不死，哎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魂断，哎，去跟对方换个血嘛，哎，简单来说换血这个技能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么打我这个3号位 TB， 要么一套把它包秒了，你秒不了我就一个换血，再者就是你在对抗物理阵容为主的这种体系的，就是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都是物理阵容，都是物理爆发。其实莱昂算是一个什么物法双修，哎，对吧？咱们之前讲了那么多期莱昂，就是他把大招甩完之后，穿刺大招甩完之后，剩下的平 A 是砰砰砰，那么 A 人都是以物理输出为主的嘛，对吧？这个就是，所以说这个高护甲的 TB 在这种局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有效。出装方面，前期就出这种特别优秀的散件，大魔棒、系带、护腕啊，就是啥玩意儿廉价啊，这个属性高你就出啥。然后呢，假腿出完了以后，第一件出什么笛子？哎，对你没听错，现在的 TB 3号位 TB 第一件大件都是笛子，然后就是大魔棒、假腿、系带、护腕什么，就把小件撑满，留个格子出笛子。这么一出的话，它的护甲是不是？你们想，它不是护甲是不是天然第一高？我再出个笛子，魔抗又爆炸高，就齐活了，我的肉度就已经拉满了。然后之后打团战就是靠这个倒影啊来混乱战场。一会儿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倒影的这个技能的属性啊，它是持续时间5秒 ，CD 是14秒的，可以继承敌方英雄100%的这个攻击力，然后并且减缓敌人30%的移速跟30%的攻速，就是一个比较大范围内，你可以混乱整个战场。让敌人整个战场里面所有的地方英雄都会被自己的幻象疯狂的殴打，让他们走不动，还 A 不出来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恶心的。然后，至于这个魔化，就是大哥 TB 的这个标准技能魔化，倒是只加1点啊，因为不是靠我打高爆发的物理输出的，不是，就是我顶在前排，我特别的肉，你想秒我，那你必须要所有技能、所有道具全交，还不一定能秒。如果我方再有个反手型的英雄，那就更妙了，哎，就是能抬我一手，那就更妙了。哎，不过这边有11个魔棒，还有一个莲花，魔棒一吃，这边又是被叠了2层油，炼金应该走不了了。哇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看，就是其实从对线上来说，已经初见端倪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一个以打物理输出为主的，什么马戏大招一开，然后炼金摇了算物减甲，然后你打别人可能特别的疼，打 TB 一点都不疼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体的思路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。然后带的这个命石就是这个灵魂碎片这个命石啊，然后看一下 TB 就可以直接跟这个马戏刚了，不过小强过来那就没办法了啊。然后就带这个灵魂碎片这个名字，就是2技能这个幻象总是满血，但是会消耗一些额外的生命值，这个无所谓，因为咱们到时候出了笛子是一个出了名的回血快的一个道具嘛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每秒是能够恢复基础14%，还有一个光环的2.5%的这个回血，就是它有个超快的回血，完全能够支撑得起这个幻象的这个掉血量。所以说它就可以靠这个命石无限的增生，就是生出来这个超多的这个满血幻象，配合1技能的这个倒影减速来打团战来混乱啊。然后至于这个魔化就是个天头吓唬人用的。不过打到后期了，你说咱们的敏捷升这么高，对吧？肉起来了，稍微补一点点这个输出装，后期也是一个偏大哥。啊，就跟之前的版本不是都流行4号位慢慢转合嘛，对吧？就是什么4号位小仙女，4号位马西，哎，类似的，大家一定有印象这个版本。TB 的理解就跟这个很像，就是前期我当一个工具人，哎，出个笛子，然后出一身肉装顶在前排。要是游戏万一拖到后期了，我也可以随时转合，哎，所以说非常非常的灵活，适应性太广了，打这种物理队特别的舒服，所以说这个咱们来学一下啊。然后加点的话，就是咱们刚才说的。主这个倒影收益非常的高，哎，然后这个魔化就点1级，主倒影副祸患，然后中间有大加大就完事儿了。然后这个天赋的话，就是一切以倒影和肉装为主。你看10级的时候再点个4秒倒影冷却，它的这个倒影从14秒就变得只有那个10秒钟 CD 了。10秒钟 CD 的话，持续时间5秒，只有5秒的真空期啊。所以说团战的时候，你可以一直放这个倒影恶心敌人。然后15级的时候再点这个倒影的减速跟这个攻击力，然后这个攻击力变成110了，就是你放出来倒影打敌人，敌人都扛不住啊。这个输出自然就有了。有人说这样输出是不是太低了？不是的，光靠这个技能一放到对方关键英雄身上，他们的输出他们自己都扛不住，哎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这边 ORI 跟这个马西过来是抓到了个蝙蝠，问题不大，一个酱油蝙蝠死就死了。然后好，然后20级的话加这个10的全属性啊，还是刚才那一说，就是出肉装啊，让自己点肉装天赋，让自己变得更弱，秒不掉，秒不掉就要吃我换血是吧？一换血瞬间爆炸啊！25级的话就是看着点，25级其实这2个都行啊。如果你要把肉装贯彻到底，你就点这个30秒混沌冷却，永远有换血，你永远秒不掉我，就无敌了是吧？就是这种感觉。好，然后那个装备的话，就刚才说的，就是小件拉满啊。这个因为买这个魂类，就是魂类配合这个魂类很精髓啊，一定要买啊。有了魂类之后，再配合高甲，你看这时候已经17甲了，哎，我8级基础装17甲，然后魂类再加上魔抗斗篷，双抗直接拉的满中满啊！你想秒我这一回就已经不可能了，我还有大招，哎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秒不掉了这个 TB， 然后笛子出完了，出一个对剑啊，就是对剑比较正常，因为分身的话，它虽然说那个就是分身比较偏输出嘛，可是对剑的话，它撑的力量啊，以及撑的一些抗性啊、回血啊什么的，都是非常适合 TB 打3的。然后之后呢，再走个冰眼，哎，就是对剑、笛子、冰眼3大件一出，喂，你是知道那个情况，团战的时候你光靠这个魔化变远程平 A 敌人啊，那个减速、那个输出，其实他们就已经吃不起了。然后这3大件出完了，再缺输出了，咱们再说补输出装的事儿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。所以说就是什么简单又好用啊，真的是简单又好用。然后他的打钱手法和打钱理念，就是和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大哥 TB 小当家，哎，都是完全一样的。只要你会操控幻象，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。哎，这边打起架来了，落地先放个倒影，这个倒影啄，行，然后倒影配合这个魔化的变身啊，是直接 A 死了小强。因为为什么说它打起来比大哥 TB 简单呢？因为大哥 TB 它其实在很多时间都是在什么操控幻象去带线的，哎，对不对？操控幻象带线的，然后刷钱。这个时候你3号位 TB 主要是跟团打架的啊，所以说它不需要那么多的复杂操作，你直接开幻象跟队友推进啊，跟队友打团战就行了，就哐哐 A 就完事儿了，是吧？然后需要刷钱的时候呢，就是用幻象 Shift A 这个地图就行了。我之前讲了很多期关于就是幻象的操作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中塔推掉。只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一局的这个 Lion 啊，他比较克制 TB 这种少幻象型的英雄，因为 TB 一般来说就俩幻象，Lion一个西一个阳，正好全破，哎，是吧？但是问题不大，本体解决不了，啥都是白搭。好，然后现在差1点钱，笛子应该就好了。有了笛子之后，TB 就可以无脑抱着队友推了啊！真的是对吧？抱着队友无脑推。然后至于这个魔晶 A 杖可以不用买，因为 A 杖它其实对于怎么说自己的肉度提升来说，并不是特别的大。这个魔晶倒是还不错啊，魔晶就是你在没有这个魔化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走地，就相当于一种走地 TB， 对不对？但是有了魔晶之后，你可以让你的走地 TB 的这个移速加100啊，攻速加100，你本体跟这个幻象都变得非常的狂野。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很好用的，因为那个你的魔化一般来说在前期点的比较少啊。然后有了魔晶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利用这个魔晶配合小幻象啊，疯狂的追着人 A， 也是很爽的。啊，这个炼金你完全可以无视它，炼金打 TB 不可能打得动，尤其在前期，炼金还在刷钱期间呢，我的基础装备就已经拉满了。你看这个时候基础装备就已经拉满了，就是唯一的问题是什么？血量上限太低了，是吧？只有1182，就咱们刚才说的，它的2.0的力量成长导致它的血上限低，但是它的血的质量已经满中满了，这马上20点甲了，10级 TB 马上20甲。然后咱们看一下54%的物理抗性，48%的魔法抗性，然后再配合一个这个魂类，就是莱昂现在想秒他都得掂量一下啊，是否能秒掉。因为莱昂一放大招就变成近战了，近战的话你敢敲这个 TB， 你秒不掉他 TB 一反手一个换血啊，然后变身一开是吧？魔化变身一开，倒影一放，莱昂就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他可能就人就没了。好，这边 TB 降下来，倒影一放，变身一开，莱昂这时候技能放完了。好，然后虽然说 TP 下来了，但是蝙蝠还是没有救到，
不过问题不大。然后他可以配合这个火女，或者说叫队友来说一起推一波，而且他们的大哥是个龙，对吧？这个龙骑士配合 TB，双炮台往那一站，配合火女3炮台，哎，3炮台不是一个茬吗？这个3炮台往那一站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非常非常凶狠的，谁敢过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。好，这边倒影一放，龙骑一个端，炼金再是小小的被卡位一下。不过炼金还好，它是肉啊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的推进你挡不住。就是炼金你肉归肉啊，我们推进你怎么挡？这边龙骑士开个风脸贴在脸上，这人倒影一放，粘着走啊，被龙骑一口火喷死。就大家都肉，现在就感觉又变成了一种肉推进流的感觉了。大哥龙骑3号位 TB 都处理不了，然后这2个人的胯下掩护一个无解输出的中单暴躁火女是吧？咱们这个火女应该出了个飞鞋啊，出了飞鞋双胯下，现在暂时看不出来他这个不管他，就是暂时看不出来出装路线，不管他反正怎么样打火女输出都是高的。啊，下一件对剑啊，这个出装路线都是比较固定的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思路这个 build 的思路很好理解嘛。怎么说护甲高啊，我也有魔抗，那就成雪上线，那就无限肉了是吧？然后关键它不像其他的3号位，其他3号位敌人是敢秒的。你就比如说你打这个半人马，咱举个例子，你肉敌人也敢秒你，因为就算打不掉你，付出的代价没有多大。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我秒掉你，那瞬间爆炸了，你直接被一个换血把大哥换残了，我方大哥空了，敌方的3号位 TB 满了，哇，这一下爆炸了。好，这2个幻象瞬间清，就是刚才说的雷昂他那个抽蓝跟秒羊啊，他那个羊是可以秒幻象的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就是刚才说本体处理不了就行了。啊，这边是直接主动上去啊，先放个倒影，小强拿这个倒影是没什么办法的。小强拿这个倒影，因为那个你倒影我开壳也弹晕不了 TB。哦，龙骑士变个龙过来，好3炮台往那一站啊，这边倒影第2放，然后这个莱昂虽然说走不动了，但是被马西踩了一脚回身踢。啊 ，TB 一直顶着这个莱昂脸，然后莱昂是根本就动不了，被砍死。对方的大哥刚被兽过来了。然后他给队友说：“我有换血，让钢杯士打我，你敢打？打了我换了啊！爆炸了，完了！然后这边的大哥炼金瞬间是逃跑啊，瞬间逃跑。哎，不过说实话，炼金钢杯这2个大哥战斗力还真强啊，这双方就互相比肉。然后只是当时的那个火女的大招甩过了，没有在第一时间配合队友把这个换血的炼金瞬间秒掉。如果当时火女有大的话，就是 TB 的换血配合火女的那个大招，哎，就有点像什么，就是非常一个极端的打法，就是 TB 臂章，哎，然后引刀大根啊，大家应该都见过这个打法对吧？就是 TB 开着臂章把自己的血开空，然后开着引刀找人，对吧？换血加大根直接秒人，就其实就是那个套路的一个小翻版啊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他换谁，然后火女一个大指谁啊，这个是直接能秒掉的。不过咱们之前也讲过这个炼金，也讲过钢背啊，对吧？就是这2期讲的嘛，它就是肉啊，输出能力、战斗力就是高。确实就是有一种你打不死我，我也打不死你的感觉，双方互相比数值，哎，有一种数值的美。雷昂这时候过来直接抡拳头，我差一丝啊，不过还是把火女抡死了，这就亏了。然后 TB 走过来一个倒影啊，在倒影的这个伤害之下是杀了一个雷昂。咱们上期讲这个钢背的时候忘说这个命石了，我记得是对吧？就是上期讲钢背的时候，这个钢背的这个红光满面啊，这个命石是可以主动开启的。当时讲的太嗨了是吧？然后慢慢的把这事儿忘了，就是你可以有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叠加的层数是吧？然后来给你额外的这个攻击力跟这个移速，哎，反正就是亮了就开，打人就开就行了，这个没有什么说的，根本就不影响你的整体的这个打法，是吧？就是。你只要知道这个可以主动开启，打团的时候叠几层，什么鼻涕针刺，大招一开就 A 人就完事儿了啊，没有任何的技巧。好，这波 TB 在稍微的带线刷钱啊，就在上面一个人搞事情啊，因为他这个搞事情的能力是很强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清野地，靠幻象去清线，哎，对吧？就是对方要来抓你的话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就跟抓钢背是一样的。你来2个人抓我是有危险的，因为2个人
不能把我第一轮就秒掉，秒不掉我了，我一个换血，我甚至可以把你一个人打掉啊！你得来3个人，3个人的话，反正就是你想抓 TB 还不容易抓到，因为它这个是幻象推线，然后本体打野，然后你只要稍微有点视野 ，TB 提前跑路那是非常亏的，就是你要来抓他就得来很多人。然后 TB 是反了自己家的一个针眼，因为它影响刷野了。TB 现在是把对方的野地就是牢牢给占住了，占住了。对方的野地就是我的后花园啊，我可以随便逛。好，自己带了一个这个2级物品，带了一个这个灵力长鞭，就是因为它在整个过程之中，它这个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它这个回血得到解决了，它这个祸患现在是不掉蓝了嘛？你像之前我在讲 TB 的时候说过一个细节，就是说是 TB 就一定要注意控自己的蓝量，因为你要不停的放幻象，对吧？然后所以说你要带什么王者之戒呀，甚至带一个智力挂件啊，就是无用挂件，现在不用，现在是完全是耗血，咱们可以靠这个洞察烟斗把血完美的回起来。一会儿有了双刀了，更是不在话下，是吧？这个回血速度非常的快。好，然后蝙蝠是把中路线顶住了，那他就不用管了。而且现在有了魔晶之后呢，这个魔晶配合这个幻象啊，开启了这个恶魔狂热之后，这个幻象跟本体就跑得非常的快啊。就算这个我没有什么输出装备，一个魔晶提供的这个1把攻速加成啊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而且它还能够提供20的额外生命恢复啊，持续30秒，这个就更加让它的肉度变高了一层。而且就算刚才说的没有什么输出装备，攻速拉满，配合基础的高攻击力啊，我这个输出就已经能看了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哎，好像看到人了，这边是钢背兽，要打他吗？要打吗？哎，马西也过来了，给马西一个鞭子减速，然后这个。1技能1技能的这个祸患啊，什么祸患？这个1技能倒影马上好，开启一个大魔变身，你敢不敢来抓我？这个马西肯定是不想动他的，因为半血的 TB 你动一下没秒掉就是一个换血。好，雷昂过来一指死了这个蓝胖，倒影一放，一个换血半血炼金。不过换炼金说实话有点亏，因为炼金是有一个高额回血的啊，炼金的被换了之后，它血还是能回起来的。但是第一时间是能够把炼金驱赶出战场的，这也是功劳一件，对吧？就是你炼金没有办法打正面了。有 TB 它是有一个隐形的这个威慑力存在的，就是你 TB 站的位置，对方你看对方第一时间是不敢近他的身的，也就是说不想打 TB。大家能感觉到吧？就是对方是不想在第一时间打 TB 的，这么无形之中其实就是让这个 TB 的这个输出环境或者生存环境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，要么就2点嘛，要么是秒，要么就秒，要么就不打。这个思路其实很明显。然后所以说，随着你的装备成长，对方会越来越不想秒你啊。当你觉得有一刻开始对方绝对不会秒你了，那你就开始补输出。哎，对他的思路就这样，你发现对方已经不打你了，那我还继续撑肉干啥？我就补输出。啊，你看开着这个魔晶的恶魔狂热，这也是无消耗的嘛，耗散那个280滴血啊，280滴血是一会儿就回血了，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无消耗，因为这个虽然说掉了多，但是他自己还额外加20的生命恢复嘛，再配合你看现在自身的这个生命恢复已经非常非常高了，所以说你可以配合这个幻象啊，配合这个恶魔狂热，不管是推线来说还是打野来说，都非常的好用。然后他感觉到对方在偷盾了啊，这个时候给队友说来，我顶前排，先2刀把眼划掉，这边炼金一个倒影往上一开，发现了炼金的位置，然后对方应该也不敢打了，对方打盾的速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快。好，要不要放个幻象去看一眼？这边看见了个小强，炼金一个刚被一个毛球。稍微减速一下啊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好吧？问题不大，叠了3层鼻涕了。还有这个恶魔狂热的加100移速啊，是你想留也不好留。好，这边开启了恶魔狂热，这边一个小幻象疯狂追着酱油砍，酱油根本扛不住啊！你说你砍大哥不疼，你拿这个幻象去直接冲酱油的脸，大哥不可能说为了什么
就是保护酱油技能放给幻象了啊。只不过这一局就怎么说的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对方有个莱昂啊，可以阻止对方的这个阻止 TB 的这个幻象输出。那正常来说，你把幻象一开，直接去找对方的酱油，对方酱油扛不住的啊。莱昂在坑里面直接被点死，马戏也被点死，这边一个一技能倒影点住了炼金，再加上这个鞭子，炼金走不动啊，把对方驱赶跑，回身打盾。好，龙骑带盾，然后这时候呢对剑也好了，现在这个血量就已经非常安全了，1886，然后再升上2级，在18级左右，你随便再跟个，或者在20级左右啊，随便再跟个小件，2000多的血量，这个 TB 就已经处理不了了啊，就是你随便再跟一个小件，一个配件是吧？到20级处理不了，然后20级再加个这个10属性，你看是吧？20级再加个10全属性，然后血量2000多啊，这个时候就无敌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看它整体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多线操作，不需要的，就哐哐 A 就行了，就拉一堆幻象，对吧？然后幻象一开，恶魔狂热一开，哐哐 A 就行了。然后这边哎被有点小危险，换钢被换，钢被换了，然后钢被很难受，很难受，这时候怎么办？钢被是只能跑了。恶魔狂热一开，继续追着马西砍，是砍死了马西。钢贝也是运气好，没有被烫死，是特别极限的状态下逃跑掉了。哎，说有没有控制？控制慢了一丢丢。好，然后配合队友继续推，你看这节奏多快，是吧？真的是这个节奏超级快，都是一些小件往脸上堆，堆了以后就配合队友推，啊，是吧？疯狂打架，特别爽。哎，小强想秒他，换血，小强被秒了。这边是谁出的红杖？哎，谁出的红杖？让我看一下。火女是出了个 A 杖啊，法系火女这没有问题啊，就是咱刚才说的 ，TB 换谁，火女直接大招点谁就行了啊。这个是一个无解的一套 combo， 对吧？真的就是你这么打的话，直接是瞬间秒一个人，而且自己血是满的。啊，马上20级天赋1点，2500的血，超爽。好，把自己的魂类再一卖。好，20级全10属性一加啊，2540啊，2500的血，这一来就完了，这个 TB 已经处理不了了。就刚才那个是一个临界点，大家有感觉，就是1900左右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你想秒 TB 的一个临界点，尤其是在这种以物理输出为主的体系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现在2500的血就已经突破那个阈值了啊，你就秒不掉了，就真的就秒不掉了。然后你一套打他最多打2000，然后他永远都能剩400-500的血，你秒不掉。然后他反手一个换血，团战瞬间爆炸啊！放个倒影，龙骑士好像是有大引刀的平 A， 然后哎呦，但是位置有点深，算了，大家商量了一下，那个还是不追了。如果刚被受那个刚才往下敢多走一步的话，在坡下被留到了，那可能龙骑跟队友就直接拥上去了。好，龙骑变身 ，TB 变身，双炮台开打。然后对方有点麻，把野方打麻了，这个阵容就是根本不知道该开谁了。你开龙骑士也死肉，对吧？开 TB 秒不掉，要出事儿。然后火女还找不到，因为火女出了 A 杖飞鞋，她是站在旁边的，到时候可以开那个烈焰斗篷飞过来。这真的是打麻了，不会了已经。啊，然后现在天元方只需要再等龙骑士的一个那个变龙 CD，等他第二条龙好。然后再故技重施，直接往前顶就行了。因为龙骑士现在还有盾啊，这个等于说是无损推塔。好，冰眼的卷轴也运到身上了，然后差600块钱啊，600块钱，然后这个直接变就好了。他应该给火女说，要不你给我让点钱，让点钱。来看一下3级视频啊，有没有加肉的3级视频？
啊，好，就是护耳，他不需要撑什么护甲。有一些人说撑肉3号位撑肉不是要出那个烈焰斗篷，对吧？不需要，就是只需要加力量就行了。就他就是只需要加力量，啊，力量往起堆，一会儿这个球往身上一放，哇，完了3000血的 TP，3000血的 TP，然后67%的那个物理抗性，56%的魔法抗性，完了无敌了，就不会了，打不了了。好，故技重施开始了。就跟他们说，第2轮龙骑士下一个变龙 CD 好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就是夜眼方怎么办？虽然说盾掉了，但是他们应该是就是谁都还是那句话，谁都处理不了了。龙骑士打不掉 ，TB 打不掉，火女找不到，火女就是龙骑士打起来了，给端了，火女就飞过来了。啊，恶魔狂热好，恶魔狂热一开，哇，你看就算没有输出装，你看这个攻速，你说我基础攻击高啊，我200的基础攻击力，对不对？我基础攻击力这么高。就疯狂点，然后燕方整个人麻了。钢背兽想换，那就换吧。我拿一路高地换你们的超级兵啊，这怎么想好像都是血赚不亏的事情，对吧？那你换吧。啊，边眼了3170，哇，无解了。这就是3号位 TB， 对吧？没有华丽的操作，没有特别难度的什么就是技能释放啊，没有，就是。重剑无锋，全是数值，A 就行了，哐哐 A。倒影一开啊，哐哐 A。你看这个时候他其实的输出就已经很可怕了，找个人换血，马西秒不掉，换血。啊，换过了啊 ，sorry，换过了。好，这一波最后一波是直接想打麻了，想秒 TB 秒不掉啊！一波5人冲上来要秒，然后 TB 一轮换血加后续的平 A 输出，直接是换血加输出打了一波4杀，游戏结束了啊！这就是现在超级流行的3号位 TB 的整个的一个流程啊！大家看完这场比赛一定学会了，因为很简单，哎，对吧？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是效果却出奇的好啊！真的超级好用啊！大家。赶紧学会了，偷偷的去使一下啊！尤其是跟队友开黑的时候，就是打这种纯炮台平推体系啊，太猛了，真的太猛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啊！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